前面提到 IRCC 在10月份公布的移民指标里边呢，预计在2025年、26年都要缩减超过20%的移民名额但是呢，他们却要在EE快速通道项目里面呢增加名额，就是25年呢预计会增加 6%，26年呢预计会增加 5%。那这里面呢增加的名额里面呢，25年有82000人都是给到了In Canada Focus， 26年呢有75800人是给到了 In Canada Focus。这个 In Canada Focus 呢，其中主要的名额都是来自 CEC 类别的。这个影响有多大呢？那假如说这82000人呢，我们有6万人是给到了 CEC， 一年12个月，每个月呢稳定邀请5000人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知道 CEC 的分数呢一定会下降的，因为你邀请的频率上升了，你的 CRS 分数呢是一定会有所下降的。所以呢，对于明年和后年呢，我对 CEC 的看法就是要保持住在加拿大境内，确保有个 CEC 的资格，这个项目呢，它的分数呢，一定是会逐渐下降的。那就是说 CEC 需要做哪些准备呢？对于境内工作的留学生来说，必不可少的，那一定就是要有一个你的毕业工签，对吧？你要有一个有效的毕业工签，这个是你对于 CEC 类别来说必须要达到的。你必须有工作经验的话呢，需要有一个合法的工签。另外一个可以同时做的呢，就是在您工作的时候呢，可以去积攒一个第二学历，这个 online master 之类的，或者是 online postgrad 或者是 part-time postgrad 这种线下的课程，这一类的学历呢，对于很多本科毕业生来说是强烈推荐的，因为他们能够有效的在你工作的同时呢，去积攒一个额外的学历。你1年工作经验的同时呢，如果额外获得一个学历，这对于你的EE分数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。第三个呢，也是很多学生选择的，就是学法语这个通道但是呢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在EE的打分规则里面呢，法语呢必须达到 CLB7。OK， 如果您没有达到 CLB7， 这个加分帮助不大。OK， 所以需要注意，就是说你要确保自己能够有效的、高效的，然后呢快速的学到 CLB7。如果没有这个把握呢，那您其实应该建议优先考虑其他的加分项。